在贵州安顺一座看似不起眼的小山上，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山洞。令我感到惊讶的是，山洞中居然还现有一座精美的木房子。据当地村民介绍，这座木房子至少有200多年的历史，上面还保留着乾隆时期的碑文文物，原是他们祖先躲避土匪战乱的地方。为祈求平安生活，后来改建成了观音寺庙。之后还有一位高人一直隐居在此，每逢重大节日，这里的村民都会来此许愿祈福。经过了200多年的风霜雨水，它竟然能够保存得如此完好。那么今天我将带着你们身临其境地走入这个山洞，一探究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Sandy 星河图，我是 Sandy。我现在呢位于贵州安顺的一个小山村金营村，看到我背后那座山了吗？它看似呢平平无奇，但是它山顶却有一个巨大的山洞，洞里面呢还有一个200多年的古木建筑。那么现在呢，就跟我一起去推开历史的帷幕，去看看这山顶隐藏着什么的故事。废话不多说 ，Let's go！我们现在呢已经到这个山的山脚下了，你们看这边啊，这里呢还立了一块碑，平坝区不可移动文物观音洞遗址。可以看到这里呢还写着保护文物人人有责。这个碑呢是2012年5月2日公布，2021年6月30日立的。看这里呢，还加了一个防护网。这防护网，我预计猜测的话，应该是预防山体滑坡的，因为这个下面呢就是村庄了。你看这个防护网里面也有2块碑，里面是刻了人名，还有一些数字，应该是功德碑，就是捐赠的人和捐赠的钱数。看这里呢，也是有一块防护网的。看，我们现在脚下所走的这个石阶路呢，应该是以前的人们呀，手工篆刻一块一块碑上来的。你们看这些石头啦，已经上面长满了苔藓了，但是走在上面啊，也特别的有年代的感。这里呢叫观音洞，也流传着很多种传说。听老一辈的人说，很久以前，这山洞里藏着无数的黄金白银，在晚上山顶总会发出亮光。后来这里的地名就被当地人称呼为金营村了。你们看这些台阶上面呢，已经长满了这些绿植绿贝，还有这些苔藓，看上去好可爱呀！你们看上去好可爱呀。摸上去还有点 Q 弹。你们看这个青石条，我估计呢一块大概在150到300之间。在当初那个没有机械的年代，全都是靠着人力一块块搬上来的呀。哇，你们看，我们到了。这里呢就是洞口了。
这个洞口啊，也是用的青石条砌了一道防护墙，看着平平无奇呀，但是这种青石的密度呢，大概在2.65和2.8立方米，它是非常重的呀，要花费不少的人力啊，一起合作搬运上来。你们看这面墙用的呢是钢砌错缝法，它都没有用灰浆的痕迹啊，仅依靠石头的咬合和摩擦力固定。你看，别看这个大门口看上去的话很平常，但是我们推开它就是另外一个小世界啦。哇，一进来的话感觉特别凉快。你们看这上面，用的呢还是轻型拱穴的错缝砌入法。你看它拱顶的每块青石啊，都被加工成了楔形。然后通过相互挤压咬合，把顶部的重量呢均匀分散到两侧的墙体上面，最后呢形成稳固的拱形结构，这样呢无需额外的支撑也能承重啦。看，一进来呢就可以看到这里是正殿了，上面写着大雄宝殿。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有一块杂草，可以看到这一座寺庙啦，它直接也是沿着这个山洞依山而建。你们看这边，这里呢还有几块石碑。哎，这地上还有一个算盘，你们看。这种有没有人是不是看着特别的熟悉？这个算盘呢，是不是特别有年代感呢？上面还有字，我看一下。浙江省乐清市，给它放一遍吧。然后这里几块石碑。可以看到，这石碑上刻着乾隆57年4月初1日历。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石碑也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。这一块的话，这个石碑看上去应该就是新立的，上面的字记得还非常清晰。这一块碑的话，这块碑看上去也非常有年代感了，常驻碑，上面也刻了乾隆14年9月。这里有一块，这块碑断了。旁边这一块呢，就是功德碑了，标记了捐赠人的姓名和上款。据我了解到呢，这里在1950年左右发生过土匪与解放军征粮队的小规模战斗。牺牲了一个战队的解放军。你们看这个房子，它是典型的穿斗式木结构，部分呢是采用榫卯连接的。然后你们看这个窗户，它呢叫一马三箭，寓意呢是辟邪除恶、谋取财富、威震四方的。一般呢也是在明清的时候比较居多一点，然后也是用在次房为主。比如库房呀，还有厨房呀。那这里呢，就是大殿了。先摆一下吧。
可以看到这里面还是非常干净的，说明啊，这上面呢经常是有人在上面打扫的，而且能看得出来，这上面的话应该是香火也挺旺盛的。所以这里可以看到这些燃烧的这些痕迹啊，应该是才上香没多久的。你看这里呢也有很多这些香火纸，大家看这里呢。这里是几个灶台，2个柴火灶。我听底下的村民们说呀，多年前呢，这座依崖而建的老木楼里啊，曾住着一位温和的僧人。村里的孩子们呢，总爱攀上木楼来玩耍。他非但不老，还会乐呵呵地为孩子们准备饭菜，让这里呢成为崖上最温暖的角落。那这些柴火灶呢，应该就是之前那位僧人在这上面起的那个柴火灶了。这一个应该就是一个水缸了，但是现在可以看到，因为现在上面已经是没人居住的了，所以这个水缸暂时是属于空枯的。你们看这里呢，还有一个柜，碗柜。这个碗柜应该是之前放碗筷的，你们看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些碗，然后还有这些筷子，你们看这些筷子都是实木的，然后也不会发霉。你们看这个石梯，一看就是人工凿刻的。也是工人们一块一块背上来的，我感觉特别不容易啊。那么这一个房间呢，应该就是之前那位僧人在这里面住的房间了。你们看这个房间呢，完全就是传统式结构，上面全都是实木。这里面还放了几张床，这边看这一面墙呢，完全就是石壁，所以这个房子啊，完全就是因这个山洞依壁而建。看，这呢还有电饭煲，还有烧水壶，这个的话应该就是个喇叭了。这里呢还有个电磁炉，你们看，这还有个插板，你们看这个插板现在还是通电的。虽然现在上面没有人居住，但这上面还是充着电的。这里面也是一个房间，但现在这个房间呢也是空空如也了。你们看那里呢有一个木门，这个木门应该是之前这里的，应该是那个木门应该是之前在这里的。现在我们走上这个石梯，上去看看这个2楼是什么样子的。你们看，这里呢都是铺的实木的木板，不知道结不结实。踩上去还是挺结实的。你们看这里呢，还有一个这种糖，这种糖的话，现在的人买这种糖来插花，以前嘛，我们拿这种糖来腌菜。这里还放了一把刀在这儿，大家看，这上面呢也是一个房间。里面有很多那些日常的生活用品，还有厨房的。看这里呢，还有一个木鱼，这个的话就是敲木鱼的，嘣嘣嘣。这里面也是一个房间，然后里面有一张床。那我们现在就出来看一下。
哇，这里面呢供奉了各种佛像。你看这里面呢有阿弥陀佛，还有观音。可以看到这里面是打扫的非常干净的。你们看，这里呢还有很多这些佛书，这个是德行天下。欲修佛道，先行人道。这都是一些佛教的书，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这个的话是一些经书。佛说十善业道经，佛说观无量寿佛经。你们看这边的窗户啊，它是亚字纹，亚字纹的窗户呢是非常古老的。它象征着光芒和尊贵。这边呢还有雕了一些雕花来作为装饰。这里呢也是个房间，我感觉这里之前应该也是属于一个厨房。看这里还有一个电板，也是充着电的。你看这边这个灯还是亮的。这一个房间，这里有一个炉，应该是比如说冬天啦，烤火的话可以在这里烤火。这里的话也是一个房间。可以看得出来啊，这上面还挺大的。你们看我们现在脚踩的这一片石板路啊，用的也全都是些青石。还有一些手工雕刻的纹路，感觉走在这上面也特别有年代感。你们看这些纹路，大家看这个房子，这上面呢都是那些瓦片。你们看，这里呢砌了一堵墙。以前我刚刚不是有讲到那个故事吗？就是上面是住着一位僧人的，但是后来这位僧人呢也随之圆寂了。圆寂之后呢，被底下的村民发现，并将他安在此山洞中。我感觉啊，这一面石墙后面应该就是站着的那一位僧人了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那个木门呢是拴住的，进去看不了。这一面石墙外面那个顶上可以看到还透着光，所以里面啊应该也是可以通向外面的。我们现在呢下来了，我看到啊，这里呢它是也有一个这种石梯的。这个石梯是干什么的？我不太清楚。这上面什么也没有，我以为这个石梯上面是会有一个什么东西，放什么东西的呢？你们看这里也有个小房子，这里面呢是以前的汉册了。哎，你们看。这个崖壁上呢还有题字，是用毛笔上题的。这上面写的“红颜姜文泽偶题”，姜文泽呢肯定就是人名了。这上面写的有点像行书，也有点像楷书，但是字迹呢有点模糊不清了。
剩下呢就交给广大的网友，你们自行翻译吧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大部分这个整座观音洞都逛完了。走在这上面呢，我觉得特别的感慨。这些藏匿于深山的庙宇，亦曾有过香火缭绕的辉煌时刻。奈何呢，岁月无情，终将呢人去楼空，狼遁败落。人活着呀，你可以拥有全世界；人走了呢，你什么也带不走。但是有些东西啊，即便带不走，它也不会消失。比如一碗饭的温度和那些被温柔以待的记忆。好了，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神秘角落啦，别忘了点赞加订阅。我是三丽，星辰大海是征途，山川湖海意识。评论区告诉我下一期你想我探索哪样的神秘角落啦。我们下一期再见吧，拜拜。